第38章夜聊。喝酒之后，接下来的安排自然又是鱼缸的游戏。我真的醉了，站在鱼缸前人都认不清楚了，所以一切都是老谢给我安排的。我进了房之后，躺在床上呼呼的睡了一觉，迷迷糊糊醒了之后才发现不对劲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到了一张脸贴住了我，我吃了一惊，囫囵的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你干啥啊？我有那么吓人吗？我惊呆了，盯着眼前的女人，我没有想到郑小军的胆子这么大。我和老黄一起进场子，他竟然敢摸到我床上来，你他妈不想跟老黄混了吗？郑小军嘻嘻的笑，眉宇间尽是魅惑的味道，他像八爪鱼似的缠着我，低声道：别怕，老黄一屋子8个人围着呢，他就好那个，其实啥用没有，他自己不都跟你讲了吗？小兄弟不争气呢。我直接笑喷了。郑小军又道：不过女孩子们都欢喜，他们一天操劳的厉害，能够有一个不用他们下功夫的客人陪着，这多好。我想想还真是这样，这些女孩子也的确够辛苦。一句话，赚钱不容易啊，不管是干什么行业。郑小军盯着我，晃了晃肩膀，给了我一个眼神，然后道：可是我不喜欢嘛。就这一句话，直接把我干破防了。一个23岁的年轻小伙，正是欲望喷薄的年龄，年轻气盛着呢，所以我又有了吃德芙巧克力的欲望。事后，郑小军搂着我，头贴着我的胸膛，悠悠的道：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傻，被老黄驾驭的死死的？我跟了他那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有逾越过规矩，除你之外，我不说话。人的选择很难说对错，郑小军比同龄人过得优渥，这是实事。他付出了很多嘛，他甚至连身体都没有付出太多，就得到了这么多回报。我能说他错了？我想的没有错，你果然和老黄能够聊得来，老黄就喜欢你这种人，一般的年轻人他不喜欢，但是你不同，你和他的思想有契合度。老黄这个人可能会画饼，但是这个人特别公平。我跟他之后，他从来不主动给我钱，我的所有的钱都是靠自己挣的。当然，跟着他以后想挣钱和吃饭喝水一样容易，但是毕竟这些钱也是我挣的，这种感觉和他给的完全不同。我听着郑小军讲故事，心中明白黄海山真的是个拿捏人心的高手。包二奶的手段和别人都不同，他不直接给二奶钱，而是给他机会，比如开这个娱乐场子，黄海山给他助力，又比如让郑小军去鞋厂干财务，然后郑小军可以通过一些猫腻赚一些钱，不给钱却让郑小军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，这就是厉害。我点了一支烟，郑小军也想抽，但是他看我皱了一下眉头，把烟又放下了。我觉得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精怪，我不喜欢抽烟的女人，她一下就感觉到了，然后乖巧的把烟丢了。我现在收入可以，反正一个月挣3、4万，就这个数字，我能够挣更多，但是我不敢多挣了。谢明军也差不多，他之前应该一个月就挣2万多，包括你给他那1万，他能挣3万多，我们都不敢再多挣，这就是老黄的本事。不要以为他一天就花天酒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把他当傻瓜的人不是没有，但是每个人结局都很悲催。我不是信口胡说的，而是亲眼见过。我听着郑小军这些话，对老黄这个人也不得不佩服。在这个残酷的世界，他能够成为拥有18个品牌的鞋王，其手段和心机岂能是一鱼之辈？我说，军姐，我认识老黄不一定是正确的，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不好的东西，让你滑落深渊。嘻嘻，我滑落深渊就跟定你了，以后我天天缠着你。哼，苏雪娇那小娘们儿，见到一帮姐妹就吹你，我他妈实在是忍受不了了。我道，他都吹我一些什么？吹你厉害啊，其他的厉害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吹你干那事儿厉害，这是我最忍受不了呢。他干什么呢？不知道我天天守着活寡吗？他分明就是要挑战我的底线，而你偏偏又还自投罗网，跑到我厂子里面来了。你来了我的厂子，又嫌弃女孩子们脏，看你那么痛苦，姐姐能不拯救你吗？我操！我一次听一个女人能把骚话说得这么温和平淡，然后她习惯性的在我胸口画圈圈的动作，又实在是把这种撩拨推到了巅峰极致。事情又办完了，我们又聊天。郑小军跟我讲，说认识老黄绝对没有坏处，老黄比任何人都通透，你跟他玩，只要他能瞧得上你，就绝对不会亏待你。郑小军说老黄的钱很多，他曾经跟老黄去过一次内地，那一次老黄一下捐给一个寺庙1000多万。老黄笃信佛教，家里都供着佛，而且不管去哪个地方，只要有寺庙，老黄就一定会去拜访上香。我摇摇头道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们别一天就聊老黄了，还是说一下你的情况吧。你老家是哪里的？贵州，一个很穷的地方。对了，你认得我弟弟吧？我想起每一次进门的时候，在门口迎接的那个小伙有点黑，憨憨的样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干这个行当的人，但是厂子里所有人都叫他郑总。他每一次见到我和老谢都弯腰，然后递烟，非常的客气。从他脸上我能看到老农民一样真诚憨厚的笑。这里的女孩子都是他从家乡带过来的，都是穷怕了，她们10个有9个都没读什么书。在这个社会，没读书的女孩，她们能干什么？
只要会识字的，我都安排进鞋厂了，不让他们干这个。我甚至让一个姐们去勾引老谢，哪怕老谢能给他一点保障，也比这个好啊。可是老谢这个王八蛋，提了裤子就不认人。我低头看到的郑小军咬牙切齿，他是真的恨谢明君，然后他的双眼含着泪水，随时都能哭一场。我皱了皱眉头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手上略微用点力，把他搂得紧一些。